我是赵少康，欢迎回到我们 TVBS 赵少康战情室的后半段哈，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杨永明副秘书长、林亮君议员、柯志恩委员、陈伟杰议员。好，那么伊朗这个事情还在这个继续的在发展啊。那伊朗证实，他自己证实，他的国安首长叫拉尼贾尼，跟他儿子一起被打死了。哦，那以色列啊、美国他们那个情报蛮厉害的哦。但是呢，德黑兰也告诉川普说：“你准备收惊喜，我誓言复仇，你把我们人都炸死了哦，复仇哦。”那1夜就2个高官死了，非常重要的高官哈，跟那国安啊、什么战争啊都有关系哈。以色列证实把他打死了哦，最高国安首长，而且呢，维稳的总司令都被他打死了哦。那另外呢，以色列靠高科技跟全民线报、地毯式的猎杀，伊朗的官员界很惨，睡在公车上、搭帐篷。也难逃死劫，就你在哪里都摸得一清二楚，哦，连那个红绿灯什么那个监视器都被人家这个害进去了哈。那以色列也发出死亡威胁，说那个小哈米尼就是现在那个哈米尼的次子，一定要消灭他，一定要追捕他，把他消灭他哦。那另外呢，专家说这场战争变成暗杀产业，我觉得讲得很好，就把你杀了哦，真的变成这样子哈。那另外呢，这个我们看一下炸死的情况。真的，美军林肯号航舰上战机频繁起降，这又是一波对伊朗的重点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公布打击伊朗军车的画面，还在荷姆兹海峡的沿岸投放重达2267公斤重型钻地穿透炸弹，摧毁地下飞弹碉堡。稍早，以色列还宣布击毙了伊朗重要高层。הבוס של משמרות המהפכה, שזה חבורת הגנגסטרים שמנהלת בפועל את איראן. איראן مشکلش اینه که عقلش نمیرسه ملت ایران ملت رشیدن ملت قوی‌ان ملت با اراده‌ان هرچی اون فشار بیاره اراده ملت قوی‌تر میشه上周，伊朗国安首长拉里贾尼还在德黑兰街头高分贝声援政权，没想到不到1周就被锁定狙击。伊朗官媒证实他的死讯，伊朗总统还说要为他复仇。67岁的拉里贾尼是伊朗保守派巨头，前领袖哈米尼倚重的顾问。哲学背景的他擅长操纵意识形态，常担任谈判代表，是伊朗少数跟西方沟通的桥梁。It would remove a skilled negotiator who could potentially help end the war. 过去，拉里贾尼也曾代表伊朗跟西方核谈判，但他始终是决策圈关键人物，对西方很强硬，又主张武力镇压示威。谁来接替他，可能都会被以色列继续猎杀。短短24小时内，以色列在宣布击毙1月初镇压示威的民兵团体巴斯基指挥官苏莱曼尼。杨教授，有明兄啊，还要打多久啊？你认为？会比我们原来预期的更久，原来预期因为现在已经进入到第2阶段了。怎么说呢？就昨天晚上，以色列又开始针对第2波拉尼贾尼还有民兵的指挥官做暗杀，哦，那成功了。可是今天早上，伊朗马上就还击第61波的攻击，各式的飞弹、集束弹就对以色列的中部跟特拉维夫造成飞弹雨的攻击，而以色列很多地方啊，根本连警报都没有响。他那个铁穹呢？大概已经快要消失了，哦，所以什么金穹啊、台湾之盾啊，都穹，都大概所以几波的飞弹来之后，看起来那个效果是有限的，对不对？因为花很多钱。它的无人机一架2万块美元，你的飞弹一个400万美金，哎，300-400万美金。如果是这个萨德飞弹，更高达到1200万美金。萨德飞弹被炸的2组，这不是从韩国调过去了吗？那个是爱国者飞弹。不，韩国也调了萨德，也调了萨德，所以爱国者300万，萨德大概是1200万。那你能够有几枚？人家无人直升机在天空上不断的飞，你要不要拦？所以这就证明啊，这样现在你看到相互的这个反击啊，证明伊朗还有这种能力。奇怪，川普不是说80%把它炸完了，90%炸完了，现在昨天说95%，他只剩下5%，那就疯狂川普，还有另外一个外号叫说谎川普啊。我们还能相信他说的东西吗？尤其啊，我们看到这一阵子从28号到现在为止，以色列跟美国对伊朗的轰炸都集中在北部、西部跟南部啊，靠近海湾地区，但整个东部的一半呢，几乎没有炸，因为那边全部都是高山区。而我们推论，
大概它的飞弹基地原先以及后来战争之后都被移到那边去，而那边的距离以色列大概就是1500公里，那么远，所以它的飞弹有一些可以打到1500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因此，你如果真的要去全面的摧毁它的飞弹跟无人机，基本上大概是做不到。现在呢，问题是伊朗现在开始要更进一步的反击，而且讲句实在话，你把这些资深的有国际威望的，其实拉尼贾尼过去在2015年是跟美国跟西方谈出来核子协议的人，都炸死了。他的家族是过去像美国的甘乃迪家族在伊朗这样的地位，你把他们炸死之后，讲句实在话，这些人其实是温和派，比较理性的，青壮的强硬派通通上来了，因为他们的父亲啊，这个等等之类，通通被炸死了嘛。而且他一定要强硬，他如果不强硬，就怀疑你搞不好是内鬼啊，你知道？所以而且说权力现在慢慢转移到军方去了，一直大概在战争之后都一定是军方这个掌控这个权力，所以这个穆杰塔巴才会这个上任。现在看接下来会不会进入到地面战争？会不会出现相互打击石油设施，甚至海湾地区的就是海水淡化设施？后面这两个石油设施、海水淡化设施到目前为止双方都还很克制，因为这一打的话，那个荷姆斯海峡也不重要，因为没有油运出去了。所以呢，现在就是美国已经派了从冲绳的2200名海军陆战队，现在在那个马六甲海峡，大概2天之后会到。川普要到底怎么办？因为我觉得昨天晚上以色列去暗杀其实就怕川普要下车，他川普跑了，他的盟邦国家都说不可以跑，要进来一起打。对，他的盟邦国家说这个不是他们的战争，不支持。他的自己的政府一大堆人辞职掉，那个所谓的这个反恐的中心主任，他是绿扁帽特种部队打过11次战争，他的太太在战争当中牺牲，所以呢，他才不支持这些东西。等等我们会谈他，好吧？刚刚讲说2200到2500个陆战队队员往那边开，那另外呢，美军昨天投放了5000磅的这个 GBU-72专地弹，说打击荷姆兹沿岸的设施，把你的飞弹基地啊，你要威胁那些船都给你打掉。那伊朗议长已经说了，荷姆斯海峡不会恢复战前的状态的，已经变成一个新的状态然后呢，川普就骂他的盟友说：“你们不去保护荷姆斯是非常蠢。”现在改口说不需要了，光靠我们就够了而且他扬言要退出北约我不高兴，我不是非常高兴，是不高兴了。我倒支持你北约干嘛？这是叫你们来，你们都不来那另外呢，这个伊朗外长说：“你们想重演越战，出兵啊，来啊！”我们要战斗多久都可以。大家要知道，伊朗的土地面积是台湾的45倍，人口8、9千万，所以它很大的，而且那个崇山峻岭那另外呢，这个福特号很好笑，大火狂烧30小时，烧到600个人没有床睡，而且呢，通常航空母舰出去半年就要回来，这已经快1年了，那官兵都已经快崩溃。你在海上搞1年，你自己想想看那个什么样的状况原来就马桶堵住了，这是最贵的、最大的航空母舰。原来马桶堵住了，所以呢说设计没想到有这么多人要用厕所，所以呢又开回去修，好不容易修回来以后呢，洗衣房又烧所以他现在要到希腊的克里特岛，我们旅游常常去克里特岛，很美的到那边去整补了不过刚刚讲过，他的德里波里号呢，载了2000多个陆战队要去了那刚刚讲呢，他的反恐中心主任辞职了，这 Kent。他曾经11次被派到海外去作战，他太太在战争中被打死了。他说：“我没有办法昧着良心让下一代上战场送死，因为他是反恐啊。”他说，在美国各种那个恐怖的威胁，他已经没办法应付了。因为也许在伊朗打不过你，但是在其他地方各种那种什么，尤其那种回教徒，他那种什么，这冒着生命危险要跟阿拉在一起各种。状况都可能发生，9·11事件都可能，所以美国现在也是非常的惊恐，随时都可能发生状况。所以他说呢，这个战争他说伊朗跟美国的威胁根本还很远，还有什么威胁呢？你干嘛去打这个仗呢？他说就是受到以色列跟美国的犹太人还有媒体高层的影响所以呢他辞职而且是不是只有他辞职而且他不是等闲之辈反恐组的负责人那将来会不会有其他的官员以前都不敢违逆川普，会不会跑出来？我们看一下。
卫星影像拍下美军地梨玻璃号2栖突击舰正在靠近新加坡外海的马六甲海峡，前往中东地区。上头还载着至少2000人的海军陆战队队员。地梨玻璃号实质上相当于小型航空母舰，搭载 F-35战机、MV-22鱼鹰运输机，以及可以协助运送部队上岸的登陆艇。这次从亚太部署中东，专家分析可能是为了夺取伊朗的石油出口枢纽哈格岛。与此同时，在中东地区进行实施怒火打击行动的美军福特号要暂时从红海退场，原因是航舰的洗衣房上周发生火灾，延烧30多个小时才扑灭，舰上600张床铺被烧毁，接下来将赶赴希腊克里特岛来维修。至于一封辞职信也正撼动川普政府，现年45岁的美国反恐中心主任肯特声称，因为无法违背良心支持打仗，成为第一位因为伊朗战争挂冠求去的官员。Iran posed no imminent threat to our nation. But I always thought he was weak on security, very weak on security. 另外，川普号召各国派遣军舰护航荷姆兹海峡，已遭欧洲多国拒绝。唯一表态可能响应的是阿联。川普说他是个好人，但是太 weak 了，太软弱了，不像我这么强硬。哎，其实你刚刚提到2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一个就是那个反恐中心的 Joe Kent， 因为他是从以前到现在是非常支持川普，即使他发出了这个辞职的信里面，他还是告诉大家，从2016年开始到现在，他支持川普的孤立主义，也就是不要混入海外的泥淖当中。但是这一次呢，发动这样的一个战争，他是没有办法接受，而这个大家被视为是目前来说开战以来川普最大的一个内伤，而且更不要忘记了，为什么这伊朗228开始的确是大家认为用一个精准的打击、精准的这个部分，现在搞老半天怎么会变成是一个消耗战？而且把他们最重要的具有这个所谓的温和斡旋的这个人才，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拉丁亚尼，把他给炸死了。那这个对东西方来说，几乎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再有这样的一个缓冲地带。所以你让这个目击打巴，当然就可以采进更强硬的措施。你看他特别是宣言，就说除非美国跟以色列能够赔偿而且屈服，这根本就讲出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为什么讲话可以这么大声？因为他们就是完全控制了这个海岸线嘛，对不对？以昨天来看的话，当初我们昨天去问一下这个卓院长，就说你这样子这个荷里斯海峡，我们如果说把它封锁的话，我们的油价会不会受到影响？他说3、4月调度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打到5月，对不起，本来8艘的这个运油的船会变成5艘，一艘的成本多了8亿到10亿，也就是说我们的成本多了2成，这是院长所特别提到的。那目前为止17号的时候是103块美金，你如果到4月的时候变成120、130，你觉得对美国的通膨，对全世界的通膨，谁能够抵挡得住？所以说嘛，伊朗它就是完全锁定的这样子的一个有力的一个武器，所以它现在就把它变成一个消耗战。那你如果在消耗战的话，你觉得西方的社会，还有包括这个孤立主义跟鹰派在美国，在这样其中选举，再加上一个最重要的一个 Joe Kent 就这样辞职掉了，然后再加上反战的一个恐怖，你觉得川普即使这么狂，他不会有压力吗？他周围的人不会有压力吗？如果像是这个 Joe Kent 这样的人有多了3个、5个，有这么样重要的话，你觉得川普还有办法这么狂妄吗？所以说这个部分来说的话，大家还是预估啦，希望能够在最快的时间能够结束。但是对我们来说，5月之前能够结束，可能是大家认为是一个很值得观察的点。我之前就有专家预估，如果荷姆兹海峡被封1个月以上，油价会到150哦，会这么快啊？那当然，现在大家想解决这个问题了啊。不过一个狂人呢，当受到这样大的压力，是可能有2种反应，一种就是改，一种是更狂。继续再回来。把伊朗在打仗，我们关心的是我们的油价、电价，因为这攸关民生的费用哈。那电价是不是要动涨？行政长昨天他说这2个字不要乱讲，不可以讲，好。不宜讲。那电价会大涨吗？经济部说我们要尊重月底电价委员会的审议啊，选举到了，大概都不会涨，那不会涨也都是政府吸收，政府吸收就纳税人吸收嘛，不是一样吗？哦，那另外呢，说网络传说台湾的运天然气的船都没来，经济部火大，说造谣，说我们的天然气存量不减反增，还增加了，哦，6月前供应都可以掌握。整体安全存量是不降反增的，奇怪，怎么会不降反增？很奇怪哈。
那另外呢，这个到底是不是要动涨电价？周荣泰不明白的讲，那说呢，经济部说中油只有2个礼拜倒贴了33亿，所以立委担心中油好不容易可能会涨价，因为油价上涨，现在呢可能会连亏7年，因为亏的不是中油啊，亏的是全体纳税人啊。核能，民进党现在这个已经想把核2、核3，其实偷偷摸摸在要恢复了啦，找什么专家来看啊等等啊。那核2、核3如果重启，周荣泰说会调整再生能源跟燃煤的比例，就不需要那么多燃煤，再生能源反正就那个样子啊，比例也不会也不会增加太多啊，反正就那样啊。那有人说了，是不是总统只要颁紧急命令就可以重启核电？核安会的主委说，还是需要经过核安会的安全审查，本来就要核电要重启，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很多零件啊，可能要更新啊，什么都要。我们看一下，我们要密切注意战事的一个，所以不一定。这个油价的变动太快了。好，反正就是说，你现在吸收了33亿，但接下来你会看状况。汽柴油价格下周涨不涨，还是维持动涨？经济部话说的委婉，但若不涨，就是政府自己吞。现在2周到底亏损了多少？差不多33亿左右。但为抑制物价，自然不能随便涨。不过有立委爆料，同样都是来自中东能源，彰化的桶装瓦斯已涨了好几波。桶装瓦斯也就是液化石油气，基本上我们进口的这个货量都没有来自于荷姆兹海峡所影响的地区。所以我们认为说，在这个部分，其实货源跟货量第一个是充足的，它是一个自由竞争的一个市场。至于天然气的供货呢？尽管我国主要进口国是澳洲，但在各国抢气抢船下，4月后还能撑下去。现在都有相当的进展。慧杰。我想大家对于这个民生物价的一个波动都是非常关心的，所以刚刚提到说，不管是我想委员们在立法院要求行政院长，我觉得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高行政首长，你应该给民众适度的信心跟承诺，但是呢，你居然在这个大会里面呢，居然说他不宜讲这2个字所以我说真的，这个是一个非常不负责任的，因为第一个，整个国际局势未来的变化怎么样，还是扑朔迷离的不知道到底是像赵大哥讲的会更狂就这个战争持续的更久，还是说很快的就回到安定的一个状态？所以第一个，国际局势的不稳定也会造成未来整个民生的一个物价的一个强烈的波动。所以我觉得，不管是我们对于油价的关心，电价的关心，我认为本来政府就应该很明确的告诉我们，目前针对整个中东的一个局势，我们的一个因应的措施是什么？短期、中期、长期，我们该怎么样来配置？而不是说这个目前怎么样那我们会怎么样？说这个我们平常都常常在听，那只是说未来怎样的一个如果局势持续的这样子一个扑朔迷离下去的时候，我们未来民众该怎么因应？政府的一个措施是什么？要很明确让民众知道嘛，而不是就是说。根据当前状况来告诉你，甚至说你告诉我不方便讲太多了这个部分呢因为可能他也掌控不了。当然，我觉得国际局势本来就掌控不了，但是整个国内的物价是你应该可以掌控得了的一个事情那你该怎么做？应该要很明确、很清楚的告诉民众，而不是在那边讲这些比较不负责任的话所以我觉得。你不可以在法案的审议过程当中已经不负责任了，在于对于民生所最关心的物价部分，你也用这样一个方式来对待，我觉得这是民众无法接受的。这个亮君。我想在现在这个战争的状况底下当然不管是油价然后以及天然气等等的运输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是我想赖政府已经清楚的表达了这个调度的部分，目前到6月以前大概是没有问题的。那刚才大家一直关心说，那到底价格的部分怎么办呢？那现在当然不管是这个中油台电这部分其实都还在持续的吸收。但今天这个卓院长有讲说冻涨2个字他没办法讲。那我认为这其实是政府负责任的表现。那当然大家都会知道说，那你不讲冻涨，人民怎么会安心呢？可是问题是现在的这个局势真的不知道会拖多久，而且全球每一个国家现在因为这个中东战争的关系，不管是油电气全部通通都在涨。那现在是由政府来，台湾是目前是由政府来做吸收。其实相对之下，我们是很努力的再去稳定所谓的这个民生的物价。所以现在这个状况底下，我们现在持续的稳定，能够补贴甚至是挹注，那能够撑到什么时候？这也不知道，是不是某一天，在未来的某一天，很有可能还是得去调整价格，这个在未来可能发生。所以卓荣泰院长为什么现在他会讲说冻涨，他说不出口？我想在未来万一
在国际局势持续发展状况下，必须调整价格。它万一又调整价格，大家又要讲说啊，你看卓院长，你那时候不是说冻涨嘛？所以现在这样子，我必须说这是一个缓涨的状况。那现在就是持续的不断去调度，在目前台湾的财政状况可负担的状况底下，去拨补、去挹注这一些包含中油的亏损等等的，我们就先暂时用这样的方式来去做处理。那当然，最希望的就是战争告一段落，那油气都能够顺利的到位。那至于电的部分我想这个大家都一直在讲说，那接下来会不会有所谓的这个能源比再去做调配这个还是一再强调，在核电的部分，核安是最重要的，没有核安就没有核电。所以现在当然这个核安会然后各个委员专家也都在评估当中。那只要核电的安全能够受到保障的话，接下来要去做能源的配比，我想这都是在安全的前提下来去做进行。这个战争到底对全世界能源物价油价有多少影响？高盛是说，您刚刚提到，他如果到了4月底还在打的话，大概至少到150块。我觉得不止了。如果在4月底以前，比如说石油设施被打了，那根本荷姆斯海峡也不重要。如果连设施都没有，不过美国现在偷偷让伊朗的油轮通过，伊朗现在已经说了，那个荷姆斯海峡其实各位看一下，我这边弄的，就是这是伊朗，这是整个中东的地图嘛我们看这荷姆斯海峡，其实它这个最宽的地方才只有多少33公里。现在伊朗设立一个地方，这什么东西呢？它不准你走这个主要的海道，它叫你走这个上面这个伊朗这边的一个大岛跟小岛中间的这个海道这个大岛大概是台北市的4倍大。这个小岛呢，大概是大安区的4倍大，我算过。那它在这个主要的航道里面呢，布满水雷跟这个威胁攻击，你只能从那边走。所以你只能从靠近伊朗的领海跟它的2个大岛、小岛中间，它规定这个海域走。那这个海域其实够深也够宽，那所以他就当然要求美国、以色列跟相关的国家你不要走。然后呢，其他国家你打电话来，或者你要付安全税。或者是你用人民币来做交易，他讲过这3个条件都讲出来，但现在都没有做。现在这前提就是，如果油价每涨10块钱，大概会产生通膨0.2%。通常就国际而言，但到每个国家就有不同的。我刚刚讲卓荣泰院长讲那个东西其实日本要释出8000万桶的战略储油，美国是1.7亿桶美国现在只有4亿桶，它要释出1.7亿桶，当然在未来的一个月到1个半月，我们台湾呢？然后呢，日本已经开始在20天，从2月28号之后20天开始在针对油的进口做补贴，因为他就算从荷姆斯海峡到日本20天，到台湾呢大概也许15天、17天。那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天然气只有储存量11天呢，油也许超过1个月以上的这个储备，那还有战备出油，但是他都没有讲清楚。也就是你要把在战时的时候，你要把这些作为要把它讲清楚，能够安民心，能够安经济。但是别的国家都讲了，我们自己为什么不讲？我们有同样的战备储油，那尤其是天然气这个问题我觉得影响很大。我们现在天然气占我们的发电将近50%那只有11天的储备，已经超过了，对不对？所以当你核电归零的时候，所以现在我觉得问题很严重，而且别的国家会问，那你有没有足够的电力支持台积电持续的营运呢？那如果影响大的话，你会影响到全球半导体的供应链所以这个问题不要小视，而且国际在相关的投资或者其他的政府也在看你台湾怎么都作为怎么因应接下来再回来。好，那么中选会因为立法院同意权了那民进党这次推荐了这个，他有推荐4个人包括主委游盈隆副主委然后呢，同时国民党推荐了2个，民进党推荐了1个，结果同意权行使的结果呢，国民党的2个，民进党1个是通过了，另外呢通过了民进党推荐的主委游盈隆，那另外呢民进党推荐另外有3个委员被封杀了所以呢原来就有4个那现在通过4个，一共8个那总统泰就很不爽，就说为什么我们推荐都没过，为什么你们推荐过了？那这不是意识形态吗？但是我想他也不是没有想过啦，没有那么笨了，天下没有大家是笨蛋为什么？我刚刚查了一下中选会的组织条例，中选会要置委员9到11人
那现在有7个，要补7个，因为他原来有4个嘛，还在嘛，还人钱没到，补7个，加起来11个。这7个里面呢，现在通过了4个，4个里面1个民进党，所以蓝白加起来3个，原来4个都是民进党推荐的，再加上游盈隆5个，其实还是5比3呐。没错，表决还是输啊，表决还是民进党赢啊。哦，所以换句话说，其实你5比3跟6比3跟7比3又有什么差异呢？反正我赢你就是了嘛，吵你们归吵，表决你是输。民进党不是没算过，他算就算你们这样干，最后呢我表决还是赢你。对，哦，所以都是算过的啦，没有人是笨蛋啦。那周荣泰就本来说，你们干掉我3个，我这3个再重新送给你们表决，你不是赌气吗？后来发觉法律不能这样，干掉了就不能再重新送来了，所以他说好吧，那既然如此呢，我就提新人哦。另外呢，希望立法院维持合作的诚信啊。那另外呢，说蓝白不守承诺哦。周荣泰说我会再补提中选会3人，希望你们补足诚信啊。那所以呢，联合报的这个评论就是说，周荣泰发脾气了，再次示范违法乱政啊。那而且行政院质疑，所以你们是以政党立场当唯一考量？不会啊，没有。不是，我的意思说，民进党难道没有吗？每个政党都有嘛。哦，政党它不从政党考量，从什么考量呢？啊，林佩祥国民党的书记长是说呢，拒绝政治交换，民主不是分赃。哦，那因为呢，周荣泰说，你们为什么通过蓝白同一人选，不通过我们的？我们看一下，谈何诚信？如何合作？发生在国会殿堂里面。是对国会极大的侮辱啊！执政立委抛球让卓院长好发挥，因为推荐的中选会名单遭再也否决，还原推荐过程。这件事是我现在心中极大的遗憾，把独立机关变成蓝白机关。上个礼拜5表决之前当下，我再度电话跟韩院长表达，台抢蓝白诚信破产外，让人一搭一唱。卓院长想解方，点名他们。我要再向韩院长、江副院长表达一次。行政院会再送一次3个人的名单，3个名单就代表行政院补送3个名单，我愿意补足程序，让你们补足诚信。被点名的江启臣在主席台没反应，倒是韩院长下午到议场态度从容。选会的人事好像有不诚信的问题。好，谢谢啊。院长好懂，特别看了一下镜头，只是卓荣泰说要再送名，但是重送被否决的还是另提新的。在提名出来的人是都能够经过立法院的同意，是要维持过去那种大家互相合作的诚信。对，所以人选我们会再重新做各方的考量。OK， 所以人选还会确定的。是，确实语义会让人误会，强调会依法补足提名不同人选。来珍，我不晓得你们有答应人家什么吗？为什么你们要补足诚信？对啊，他这个立法院有诚信可言嘛？我不知道他这个诚信指的是什么，而且他直接点名韩国瑜跟江启臣，害我们看了就觉得说，到底是院长跟他有什么样的黑箱吗？事实上并没有，那时候彼此之间的沟通条件就是能够把中选会送进来，大家好好的审，你们各送几个部分，我们都好好来审，到此为止。所以。卓院长他好像是特别觉得，好像是我们送进来彼此这几个名单都要通过，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默契，也没有所谓这样，我们只是答应要好好来审。而且诚如刚刚我们大家所提到的，游盈隆是民进党，而且是最重要的一个角色，中选会的主委才是个最重要的角色，蓝白毫无疑义的就一致的去通过啊。那他所剩下的这个层面来说的话，就是大家审核过去的言论，大家一致的认为他还有疑虑，所以说我不晓得卓院长他在发什么小孩子的脾气，而且第一时间还说他要把已经没有通过这3个人再重新补足回去，这个根本就是小朋友嘛，对不对？我不晓得一个大师兄怎么会变成一个小师弟，然后呢讲出这么不专业的语言，后来他又改口。你知道一个院长，他从他第一时间的直觉的反应到后来改口，其实对他某种程度的威信、诚信就是一个大打的一个折扣。更何况院长跟副院长并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彼此之间答应要全部让他过关，所以我这个部分里面一定要把它厘定清楚。所以说呢，目前为止，卓院长已经特别提到的，他会再送3个人选过来。那好啊，那3个人选过来之后，我们就好好来做一个审查。而且我们那时候对于没有通过这3个人选，都已经非常具体的讲出这个所谓的一个理由。赵大哥刚刚也特别提到的，你如果真的要表决的话，8票到当中的话，其实如果游盈隆不要去算，因为他当主席不要去算的话，民进党所提名的还是占多数啊，还是4比3，对啊，还是占多数啊。那以这个角度来去看的话，所以我不晓得这个院长，我觉得他是有点义气。
气了，他最近压力也非常的大。像我们的刘世芳这个内政部长，昨天跟记者之间产生了一个差错，他过去不是这样子，起码还会笑脸迎人呐，干嘛之类的。最近大家都压力很大，火气都非常大，而且你会发现，这个政府官员在我们这次总质询当中，行政官员对于在野党的立委，其实讲话是非常直接，而且是不太客气的。那这个部分里面，如果这个时候再把诚信端出来，我觉得朝野之间应该要有更多的沟通，然后才可以好好的去发挥这个诚信的利基点到底在哪里。这点我是不太解哈，就是说，因为他人数还要够嘛，好开会嘛。那至少你现在有8个了嘛，对不对？8个基本上开会应该是可以开了。开会还是你赢啊，因为原来4个是很难看嘛，你4个开什么会呢？同样的，将来什么大法官、NCC 什么都是中选会，其实都是这样子啊。就是说，至少我补足了人，让你能够开会，表决你还是赢。那看起来左荣泰律师说，我已经尊重你国民党了，你提了2个，我提了2个你们推荐的，我也尊重你民进党，我提了1个你推荐，所以你们通通要同意才是有诚信。没有这样子，不是这样子啊，就是当在野党让你能够开会，其实就是给你很大的一个政治的一个利多嘛。你能够开会，而且你都赢，表决就是你赢，那你还要怎样呢？说你提的人，因为你只给他1、2个，算是给你一个恩惠，然后其他你都要通过我，那按照左荣泰讲法，他是说表决前他跟韩国瑜通电话，是说你们不能只通过几个，这样我不能交代。韩国瑜有同意你吗？而且韩国瑜有权利同意你吗？立法院长没有什么权利的，他是一票。立法院长他还是要看委员、看党团，他也不能怎样啊。来，亮君怎么看？我想这个中选会的人事案这个当然是刚开始因为接下来包含说还会有包含监察委员等等的那在这一次的这个投票结果出来其实当然大家会觉得，我觉得对于我们民进党政府是希望说，当然我们所提出专业的人才能够被在野党所认同但是呢，现在很明显的看得出来说，在野党一直讲说，不要玩这个所谓的这个政治交换啊或什么，可是很明显的看出来就是那国民党跟民众党所提的人选你们就过，那只要逢民进党必反，我觉得这也是蛮奇怪的事情。就是说，在卓荣泰院长先前其实也一直不断的去跟韩国瑜院长沟通在人事案的部分也希望说能够尽可能的顺利，那也邀请国民党跟民众党各自提出他们所认为适当的专家学者那当然也都列到名单里面。那当然就希望说，在这样子的一个人事案进到立法院的投票跟审查之后，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但出来看起来就是反正只要是赖政府所提的名单，不是民众党跟国民党所认同的名单，看起来就会被反对。那我觉得这个变成说，这还是会有点在怎么讲，就是说这个行政跟立法之间的冲突还是仍然不断的存在。但是我觉得先前其实行政院卓荣泰院长所提出的这样子的一个善意，我觉得大家应该都要好好的去坐下来，然后互动一下，然后呢不断的去思考说，那某一些地方那这个在野党希望能够有他们的专家学者，那但是呢，在赖政府的部分或民进党的部分也能够有部分的专家学者也可以纳入。那我觉得这样子也比较合乎所谓的让执政党也能做事嘛。那我觉得如果现在通通卡住的话，那变成说大家吵来吵去，民众也看不出来说到底是因为这个政府做不好的问题，还是实际上是在野党在立法院里面乱成一团。所以我觉得这样子杯葛来杯葛去最后受害的都还是人民。而且因为接下来当然选务的部分现在是可以开会啦，但是因为选务今年的9合1大选是非常选务的繁重，所以呢，在中选会的人事案接下来卓院长也会再提到新的人选到立法院里面去，还是希望呢在野党能够给予更多的支持。我讲权力分立本来就是一个民主国家一个主要的制度，那立法监督行政也是天经地义的那我说这个卓院长居然要求这个韩国瑜院长跟江启臣立法院副院长要负起这个诚信，然后要补足诚信，我说真的这是非常不恰当的事情那我想整个不管是国会议员在审核这个人事同意权，刚刚曾委员也提到，我们一定是针对他的一个专业性，到底适不适任来做一个审查。那当然会不通过，就表示我们认为他不够适任，或者他不适任嘛。那不适任的状态下，这个我想委员也告诉你说这些不适任。那刚刚赵大哥在座也讲过了，游盈隆也是民进党所提出来，并没有全部反对民进党所提出来这样的人选，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一直觉得说这个卓院长真的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是做的事情真的有点像川普一样的一个疯狂就是什么事情你就
这个小孩子脾气就闹起来，然后就说这个那要重新再提这一样这3个人选，我觉得在一个民主国家里面，一个国会殿堂讲这样的话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而且说真的，你真的是对整个多数民意的集体的挑衅嘛。虽然说可能他们也挑衅惯哦，所以刚刚在座各位他讲的很保守，就说这个就算中选会开会这个还是民进党多数哦。说真的，刚刚赵哥也提到，大法官5个人就可以决定事情啦。说真的，你说就到时候你。就算没有补足，你还是说，我们就有多数4个，就说不定就可以决定事情了。你们还是有自己一套自圆其说的方法来告诉自己说，这样是对的。那说对我们一般过去来学这些常理来说，根本都是不对的。所以我就觉得说，立法院不是行政院的橡皮图章，它本来就有这个独立审核人事权的一个权利，而不是你左院长在这个地方呢大放厥词说你没有诚信。我想，民主不是只谈诚信。除了诚信之外，我想最没有资格谈诚信，就是在这过程当中，从赖政府上台到现在，有跟在野党有诚信过吗？我们过去在念书，为什么法国会有这样的一个少数总统却用这个多数的这个行政院长的一个惯例？但是你不遵守之后，你又一天到晚在说蓝白多数在毁宪乱政。我说的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一种作为跟做法。我来给卓荣泰上民主政治的 ABC。今天在立法院、国会，你是少数，你要尊重这个事实。今天能够通过你游盈隆当主委，就很客气啦。对，这全世界民主国家有哪个会这样通过的？除了台湾，其他不会通过的。本来这个时候你就要组织联合政府的，你这没有，你一个少数政府，一个在那边搞立法院，你不过半数，那该怎么办呢？这种事情呢，也不是不能解决，大家先谈嘛。我民进党预备提这4个人，你国民党推荐几个，民主党推荐，大家先讨论一下嘛，这个人我能不能接受？事先要讨论，要沟通啊，不能提出来人就你非要通过不可。在野党为什么要通过你啊？那这样都是干假的你民进党如果是今天在野党占多数，你民进党会通过吗？你自己反过来想一想，那情况现在就是这样，你在立法院就不够多数，那只好大家坐下来谈嘛。民主不就是协商吗？政治大家互推一步嘛。那推的人不管蓝白绿，推的人都是大家觉得还不错的人，都可以接受的人，就会通过了。那你现在不是这样子啊？你所有的委员都是你爱提谁就提谁啊？那蓝白为什么要接受呢？为什么要通过呢？就要再回来。国民党、民众党讨论2026年的合作协议啊。那陈志涵说不会把对方看成是杂质啊。柯文哲说，规则要谈清楚，而且不要过度幻想联合政府啊，一步步来啊。那蓝白为什么合呢？柯文哲说是赖清德逼出来的哦，两党从唇亡齿寒变成抱团取暖啊。那另外呢，这个现在他们有一个合作协议，先一个共同政见，现在有一个合作协议，要共推县市长人选，但是呢，怎么推要靠民调，如何民调？另立办法啊。那另外呢，郑丽文说会设立协商小组，用民调来共推人选啊，大家成立一个小组啊，而且会秉持对等、民主跟胜选为目标，胜选才最重要的。我们看一下另外的彰化哦，到底派谁？我们看一下。继蓝白发表共同政见之后，幕僚再度碰面谈2026怎么和，目标从蓝白合作的市县市开始。那彰化县是否在讨论内？因为媒体报道，民众党支持者正在筹划，力推前立委蔡壁如参选彰化县长。彰化人有跟我讲说，现在就是国民党推不出人来，是不是大家来努力？我说这怎么努力呀？我一个人，你让我想一下，我这样没办法回答你。要不要选可以再想想，但脚步没有停下。因为传出蔡壁如主动邀请谢依凤的弟弟彰化县议长谢点林，在4月白沙屯和大甲妈绕境时，一起从大肚溪走到浊水溪，被解读是代表民众党角逐县长一席的起手式。没有嘞，我是第一次听到。但确定蓝白合的4县市先行，民众党秘书长周瑜修和国民党秘书长李乾龙、副秘书长李哲华等人18号上午进行最后磋商，确定县市合作，采全民调方向，一定要本于诚信。那这个诚信呢？我觉得双方都有默契，非常高的，对，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明确的，而且我们绝对不会视对方为杂质，我们是把大家不同的元素
共融起来。我们要让大家看到我们建立的一个联合的一个治理的典范。蓝白合更往前一步，只是各县市状况不同，挑战还很多。好吧，蔡壁如邀请谢点玲，谢点玲是议长啊，参加妈祖绕境哦，所以是不是这个蔡壁如想说张怀贤县长的起手式了哈？那另外呢，也说新北嘛，哦，说黄国昌现在呢要等蓝白合，所以呢好像没有特别积极去搞陆战。黄国昌说，我选举有自己的节奏。有人说啊，柯文哲在南部拍照，黄国昌说，我有自己的节奏，我干嘛跟人家一样？来，这个怎么看新北伟捷？就是说，其实我真的觉得说，黄国昌主席他应该有自己的节奏啦，因为这个题目大家这几天都在讨论哦。那我觉得，因为像我们前几天有看到很多那种网络的那种点击，说新北市长这个民调最高既然是他，我点进去看，黄国昌，因为他都是网络投票。所以我觉得他有他自己选战节奏没错，因为他可能一直在他的这个网络啊或者空战的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呢，持续在强化他的这个部分。但你说陆战没有吗？我说真的，因为只要当过民意代表人，要安排陆战，而且他们还是有这个新北市有他们自己的议员，所以说要安排陆战行程是一定是有的。那当然。黄国昌主席为什么会安排这样的节奏？说真的，让我们不清楚。但是我还是认为，一定大家就是先从他自己最优势的地方开始，再慢慢拓展到他可能他陆战比较这个组织的部分，会慢慢往外拓。所以我觉得大家也不用过度解读说他是不是没有这样的一个选战的节奏。那但是我这几天有观察到，就是说，其实川博所到之处呢，确实大家都夹道欢迎的。就是说，像我昨天晚上在巴黎一个宫庙参加行程，他从一进去，每一桌人就说，川贝亚加油，川贝亚加油，所以大家那个热情的那个热络都是非常非常高的哦。所以当然就是说，目前看起来是民调好像川博呢已经被拉近了，但是我觉得呢，按照现在既有的步骤继续往下走，我觉得新北市由国民党继续执政还是非常有希望的。不过当然这个苏巧慧也是实力蛮坚强，后面还有苏贞昌，所以新北这一局没有人敢掉以轻心了哈。来，这个亮君怎么看？我觉得当然这个黄国昌大家最近都在讨论说呢，他自己的选举节奏，但是以这个。我作为一个民意代表来看，我觉得这个选举节奏是很特别的啊，因为就是说，大部分在就是说，因为尤其是大选，这是县市首长的选举，一开始你要展现你选举的决心，市场先全部扫一遍啊，一定是这样子的嘛。像一开始我以前在当新人，一开始出来的时候，一定先把选区里面所有的市场通通抓出来，好，只要是周末，甚至每天早上就去走一遍，公园也去走一遍，那就告诉大家说你想要参选的决心嘛。那现在当然黄国昌他有很多这个陆战安排。包含说他跟馆长去夜市啊，然后这一些看起来比较是空战的策略啦，但是呢，你说在这个选举上面，终究还是组织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嘛。那现在看起来，确实这个节奏会让人家觉得非常的特别啦。那对于民进党来说，不管是在新北、宜兰、嘉义市跟彰化县，我想我们的候选人都已经就定位而且都已经很早就开始准备尤其是苏巧慧他现在在新北市真的是每一个市场，他真的已经都走了好几遍，包含很多的工会我其实私底下去参加一些工会的活动，就是这很多工会的人跟我讲说，哇，他现在连这个同业工会的活动啊，然后这个地方工会的活动、产业工会的活动，他都跑得非常的勤所以这个就是陆战的组织还是很重要，空战很重要。因为我看最近苏巧慧委员开始玩这个皮克敏的游戏嘛，就是可能想要就是跟年轻人打成一片，所以这也是空战的部分。所以空战跟陆战是可以并行的那所以我想民进党都已经在各个县市都各就各位了，那我们就是稳扎稳打，希望在2026年能够抢下更好的成绩。蓝白签了协议要合作那高雄怎么样？我觉得蓝白是一定要合作的了，无论如何。然后我也同意说，你如果说这个县市首长这种大选区那个组织战非常的强。那黄国昌主席他当然是有他绝对全台湾没人比得上他的一个空战能量。可是当你回到这个新北的时候，你那个跟人家玩闹、跟人家握手，其实在一些比较偏远或者是一些地方呢，乡亲还是会希望看到本人。所以这个东西，如果他能够不是透过这个方法，然后打出另外一种的奇异的方法，那台湾的整个选举的这样子所谓的教战守则可能要纳出新的这个层面。不过他应该有他自己的一个想法跟一个节奏那对高雄来说的话，我们现在也极力的想要争取这个白银的这些支持的一个选票。过去在总统大选的时候，其实柯文哲在高雄拿的票数真的是相当的不错，而且是在年轻族群当中。到目前为止，我说实在的，在整个司法案件完之后，是否能够呈现
出一个跟过去一样的一个旺盛，我们都还在观察。我们现在比较需要知道，就是要跟他们坐下来，对于我们议员的席次上面，到底如何能来做一个整合，能够扩大这样的一个公约数，然后能够扎实的在我们的市长的选票里面，同样共同投一个人，这是我们未来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所以，我们未来会跟民众党在高雄的市的这个层面上面来说，我们会好好来做一个沟通啊。那明兄。我上个礼拜六，黄国昌主席跟郑丽文主席就是开的那个记者会，共同政策愿景的记者会，我在下面。那其实他们各自都谈了相当具体的一些政策，少子化啊，或者是能源呐，那当然媒体都在问说，这个地方的选举的这个合作，那现在这个机制出来了，选举合作及联合治理。那一方面当然是汲取过去的经验，另外一方面呢，是这一次也是一个就是相互提携、相互合作的一个测试，而且因为彼此知道在地方上过去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过去是在总统大选这个层面讲到蓝白合，现在进行到了是地方的选举，那这个层面的蓝白合，第一个都有提名的这个县市开始怎么样进行，他们已经提出了就是说提名，然后呢整合，然后呢共同推一人。我那天碰到吴宗宪呢，要选宜兰，他被提名去宜兰嘛。你有没有信心？我当然有了。那晚会呢？我们在宜兰这个还能量很高的就指国民党的层面，当然一定会去跟他整合，他就强调这一点。所以你看，果然这个机制出来。但这里面谈到的联合治理，是不是等于联合政府？也就地方政府会进行到蓝白的联合政府吗？这一步我觉得跨得太，就是说大家可能想象的太快，因为实际上看它的内容，它其实是讲。就是说，尊重合作的精神，相互的协调，然后呢，这个尊重对方的这个专业人才引用，然后共同的进行地方的治理。这个当然，选上的人的这个县市长是他的，就是将来是柯市长，你自己本身的这个执政权的这个权限的范围，怎么可能现在去用一个框架？但是呢，这是共同交叠的蓝白民众党跟国民党之间，从这一次的县市长到明年这开始的这个总统大选，这我觉得推陈的这个蓝白合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而且我现在看到已经是好的开始了。不过当然就是说，今天有一个新的消息出来，这个苗栗中东锦已经请了民众党的赖香伶做他的副县长。那基隆本来就是嘛，邱佩玲是这个基隆的副市长民众党的所以基本上也有了，就是大概就看各地县市长自己判断、自己决定了那不管怎么样，总之他们签了共同的政策吧，也是政见了，也是。那今天有一个这个合作的协议的出来，那看看到底怎么样。不过至少看起来蓝白大概在每个县市最后只能推一个人，当然不会推了2个了，不会像上次这个蒋万安啊、黄。